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19号，星期五，我现在在一个市区的公园里，叫大安森林公园。后天就是台北马拉松的比赛日了。今天咱们简单复盘一下富士山马拉松。就特别冷，然后跑到死胡同了，在施工啊，有点热，18度，上周有点冷。简单分享一下那场马拉松，然后就是赛前的轻松跑。这周末还是广州马拉松，对吧？贝克勒去了广州，有点遗憾。我把贝克勒是安踏的签的给忘了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今年的行程可能就是广州马拉松了。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，我一次贝克勒都没见过，就远远的也没见过。这条路不是塑胶，这条路是土，应该是土，还挺滑的呢。你们看，看马拉松比赛，尤其是这周末要参赛的小伙伴们，今天明天就慢跑就好了，明天可以全休，明天是周六了，对吧？上周那场比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经验，就是一个是心态或者说斗志，一个是应对寒冷，一个是应对爬升。这周末我们的会员节目，我跟大家分享跑马拉松的比赛的切线，就最短距离，还有上下坡的爬升这个事儿，就是细节。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上周末那场比赛。这马拉松比赛的斗志其实很重要，斗志是我认为最重要的，没有之一。就对普通人来说，因为我们总说的状态，所谓这场比赛的状态好与不好，或者状态怎么样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个人观点啊，对我们普通人就是心态，而不是说身体上差多少。因为大多数普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虽然我有一个大的周期，就是我希望在春天和秋天能够是一个参赛的赛季，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去调整一个训练，就给自己安排一个精确到每周的课，然后让自己在16周里怎么样，我不会，或者我相信绝大多数普通爱好者也不会，甚至业余精英可能也不完全会。我们现在的训练营会一点点，但是也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就会的，就是要做这个幅度。所以我们的身体状态其实，或者作为普通人身体状态永远都是可以去比赛的。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也不一定是因为没有精力和能力，而是因为你就算你想这么做，第一你不会，绝大多数人不会；第二呢，你做不到，因为你有工作有生活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身体状态其实没事儿。而且你说你是跨省参赛、跨市参赛，甚至跨大洲参赛，会舟车劳顿，但是说心里话啊，我的经历告诉我，不太重要。就像19年那次纽约马拉松，那时候那整个人心态特别不好，因为那段时间新加坡那边不太顺利，然后又面临各种的问题，然后生活成本也高，然后收入也不够好，整个的。所以那段时间心情不好，然后所以呢也就没有太去在比赛上较真儿。纽约那天赛前那2天我自己，而且还是自己去的，然后我就四处逛，去博物馆，然后赛前那天傍晚我还溜达到了那个纽约路跑协会去看奖牌和鞋。但是那时候有斗志，那时候年轻，面对比赛还是想拼。那时候每天都2-3万步，然后吃的也一般，就凑合。但是呢，那场你看跑了3小时02，3小时02对我来说那就是不可思议那时候，而且最后还能冲下来，最后还能加速冲刺呢，而且第2天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但是你看，像上周那个比赛就不行。上周那比赛其实我说我是连续参赛、连续4处跑累了，但是那个累其实不足以说影响我的
成绩影响多少。就对我来说，其实只要我想，我可以每一场跑进245。就包括你们看富士山那场比赛的节目，郭成说我说跑不动了，其实是跑不动了，但是这跑不动了有一半是脑子告诉你的，而不是身体传达你的。因为你看我跑完以后，我周3我的强度课我就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几乎什么事儿没有。但是你们再看反观11月初的北京那天也是我身体状态都差不多，完全没准备，是准备去玩的，赛前还吃喝玩乐呢，完全没备赛。但是他就是因为那是家乡，那是北京，他有那个感觉，心态上就特别的顶。我跑一个238，跑完以后呢，说实话，当时还没有这次富士山累，完全没有。但是那次跑完以后，我差不多将近1周都不能上强度，就确实身体消耗比较大。那就说明你还是那个你，但是呢，你当时的心理能让你爆发出多少力量，这是我的分析。就比方说现在这2天又是，就觉得哎呦，这出来玩了，更新视频啊什么的，发内容啊，有那个又开始焦虑，这真心话开始焦虑。所以你看我今天的状态就不好，跑我觉得我脚好酸呀，我现在就想回去了。当然本来今天也就轻松跑个10公里，我现在回去的话还差1公里，我再跟这儿绕一绕。所以心态这东西你调整不好，所以对普通人来说心态影响太大。因为专业运动员其实会稍微好一些，因为专业运动员他是靠这个生活，这是他的工作，或者说这是他的使命的一部分。那你有时候就不一样。虽然我没当过专业运动员，但是你看我去和队友一起接力赛的时候，哎，不管我当天累不累，跑之前是什么感觉，我都能发挥出我的极限。我现在的1公里的最好成绩还是2023年的神户那场接力，我第一棒跑1公里多，那1公里的成绩在那儿创造的3分整。我看现在外边19摄氏度，7点16。至于气温会影响多少，我是这么想，就是不管多冷还是多热，影响都不大。什么影响大呢？刮风下雨。哦，不对，我刚才说错了。对，不管多冷，影响都不大。热是有很大的影响的，热是有巨大的影响的。像这个气温，后天比赛我就跑不好。一般有人说我特耐热，但是其实我们所说的耐冷耐热，更多的时候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一部分是心理的。因为大家这零件都差不多，你就算你多适应，对人来说每个人的正常体温也是36度多，对不对？我又回到这条算是红土路吧，只能说是心态，你对热影响大不大？所以说你看我不耐热，并不是说我夏天我就比别人多出多少汗。你们也看那天上海那个高靶，最后跑完有的学生的脸上都是一层盐，我跑完就还好。我也累，我也全力以赴了。那3分37背着摄像机，我还得控制着不要太晃，我肯定是全力以赴了。有时候就是逞口舌之快，虚荣心作祟，对不对？哪有跑比赛跑训练不累的，是吧？但冷这个事儿呢，比热好，就差不多。你看，如果富士山那天不下雨，3摄氏度到5摄氏度，其实挺好的，这是一个理想气温。像北京那天就是阳光明媚，然后个位数的温度，我跑起来太舒服了。但是，一旦下雨伴着风，你说这雨能让你减速吗？不能，也没有大风。但是为什么就觉得不行呢？就是心态炸了。那天是前5、6公里，手冻的疼的没感觉，然后后7、8公里，从大腿以下
整个腿和脚没感觉，除了疼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关键是就跟被冷冻麻醉了似的，疼你都不知道多疼，我特别害怕，我就怕跑完以后哪儿受伤了，当时不知道。所以就是这种心态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没戴手套呢？是因为第一，拿东西不方便，因为我带了好几个相机，又带了4个相机2个电池。然后就是我比赛其实不愿意戴手套，因为那种天其实啊，我的建议是，你不戴手套整体上要比戴手套强，因为你戴手套你取水啊或者下雨啊，手套湿了会更冷。你要不戴手套呢，其实你跑热起来以后，差不多过了5、6公里，手就热起来了。但是那个热也只是说不冻得不疼了，但是我还是撕不开能量胶，手在抖。赛后有一位工作人员采访我，因为我冲线很早，20多名，然后他让我给他写我频道的名字，我都写不了字，手都是哆嗦的。所以雨天就是保暖。但是你们看，2024年的大阪马拉松那天的天气比富士山的天还恶劣，只不过是因为2个原因，一个是周围的人多，不像富士山那场；第二就是那场我是要冲240的，我的心态不一样。我应该说清楚，我现在要回酒店了。在这边好像说要说饭店，因为好像说酒店是奇怪的。小伙伴们看，刚才看到一个小的咖啡厅，小巷咖啡，挺有气氛，就是简单的三明治和咖啡。12月19号星期五，这一周过去了。这周日是我今年的最后一场马拉松了。这周日完了之后，27号，下周6，在大本城公园，我们跑团自己内部有一个接力赛，然后这一年就过去了。说着是这一年的最后的比赛了，终于要休息了。但是紧接着1月底，1月20几号啊，就又是大阪的半马了。大阪的半马是我之前计划的目标赛事，所以这次，但是还是决定这次比赛完了以后大吃大喝一下，要不然实在是最近太紧张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心态，我觉得心态这东西就是得调整，就是马拉松，就像我和咱们训练营那位王先生，就是周3跟我在大本城一块练那位先生说的话一样，就是每个人肯定性格都不一样。我认识了好多跑者小伙伴，其实都是很温和、很低调、很温柔的那种性格。你比方说我明天就能见到在高雄生活那位王先生，就在高雄生活的上海人，跑步1年破3，跑步不到2年240的那位。明天中午我们一起吃意面，对，他其实也是很温和、很那样的性格，但是在训练场上、在赛场上还是要那种，就是有那种砰的一下那个感觉，就是我要怎么说？我要就上马拉松赛场就跟上战场一样，不过后天我肯定是不要拼了，去年的这一场也是我的当年的最后一场，拼完以后就身体都不好了。那次也是背靠背，是奈良和台北，这次是富士山和台北，比上次还极限。上次奈良跑完其实我没什么感觉，这次说实话当时赛场下来挺累的，只不过这一周在心里暗示自己而已，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